纪委要求我跟纪委的谈话不能泄露，我看到的东西也不能泄露。但你相信，但凡这个事件有个结果，我会一字不落告诉你。你相信我？小罗，这事儿吧，咱们还是得相信公安局，肯定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果，好吧？郑汉江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告诉我？我干脆路边停车，你找个墙发泄一下吧，别在车上唉声叹气的。唉，你想想，他是得骂你啊！人家王五刚走，你就坐上这个位置了。王五跟别的同学都不联系了，还给你写信。他问你信的内容，你又不告诉他。我不都跟人说清楚了吗？人有纪律，反应也太激烈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副市长是糖葫芦串啊，把他打死我就抢过来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好，你冤，天底下除了窦娥，就你最冤。你也不替我说话，我没办法替你说话呀。你消消气儿啊，把心态调整好。我看见他在那儿，我就想啊，如果是我早就冲上来跟你拼命了。他还能一直站在那儿，已经很有涵养了。骂两句就让他骂两句吧，毕竟人都走了，难道他不应该问你吗？应该。每天轮到我跳江，你也甭替我说话。郑汉江，你给我听好啊，以后不许拿这种事儿跟我开玩笑。王五这么就走了，整个家就全垮了。他有没有想过家里人该怎么办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当教授也好，当市长也行。你杀猪卖肉都行，你就是不许走这条路，你听见没？你要走这条路，我就跟你去，我倒要追到地底下问问你为什么，究竟为什么？我立即马上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那条路的。我错了，领导，不生气啊。系上安全带。哎，好嘞。其他人还有什么情况？局长，王成组长来了。哎呦，王组长，您看，我们正开会呢，您有什么指示？没什么指示，过来看看我那条鱼。我们查了，这种鱼啊叫鲶鱼，一般生活在山的洞穴里，一辈子见不着光，生下来就是瞎的，属于一种地下水系的鱼类。牙齿细密倒卷，主要靠吃这个藻类植物。这种鱼呢，它是清道夫式的存在，在水底呢就吃这个淤泥和水草，没人抓过它，所以也很少有人见过。嘴里头吐出来的这些液体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化验了，主要是水底的泥污，重金属含量比较高啊。那个化验单子最后一页。铜超标3倍，铅超标2倍，铬超标4倍，汞超标12倍。这可不是超标一点啊！在綦江什么地方能找到这种鱼？哎呦，那我还得派人去问问老百姓。关键现在王五的案子在这摆着，我们人手不够。有同志建议，是不是先找那个送鱼的人？先找鱼。您的意思？不管这条鱼是谁送来的，起码对督察组
没有什么恶意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条鱼想表达什么意思。好的。烤好了。周院长，哎呀，王组长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在这吃点东西啊，你这是过来吃饭呢，还是过来闲逛啊？啊，我恰巧路过，看着挺热闹，过来看看。只想过来验证一下，这上头是不是像报告里说的那么严重，是吧？我是土生土长曲江的人，我真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街。这一看，真是的。看见那个卷帘门了吗？嗯，以前这是个承重墙，为了赚钱，把这承重墙打了，变成门脸了。我是学建筑的，这要是不死人的话，都见鬼了，非常危险。看见那个了吗？一根绳子上上下下的，老百姓觉得挺方便的，可是你知道这里头存在着多大的隐患呢？汤汤水水的。这条街呀，从现在开始就热闹起来了，一直到凌晨4点才告一段。你看啊，这唱卡拉 OK 的噪音污染，霓虹灯的光污染，这烧烤的烟的空气污染，举报这儿的就是这儿的老百姓。按理说这条街早该拆除了，这不坐等着出事吗？我负责任的跟你讲啊，那个承重墙啊，就是再修回来也没有用了。这个地方啊，5年前市政府就决定拆迁了。当时啊，这一整条街的商贩和居民一起冲出来阻碍执法，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。各方的诉求不一样，商贩呢觉得这儿的客流量大，想多要点赔偿金；居民呢觉得这个地点是黄金地点，想趁着拆迁啊可分的赚上一笔。可是市政府的钱袋子它不是没底儿啊。现在的居民心里头明白，知道市政府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怕会影响啊！哎，对大家在一起一闹，形成不好的舆论。这事情拖到现在，都没有解决。5年前的拆迁计划我看过，坦白的跟你说呀，这个卫生死角不好打扫。我从报告上看，感到没那么强烈。今天在现场一看，简直了，一座危楼，几十个煤炉子。且等着出事吧。咱俩打个赌啊！你从报告里头挑3件事，只要有1件事言过其实了，你就可以选择放弃。干不干？我明天再带你去看看2个地方。梁书记，风廖书记，这事儿郑寒江确定下来了吗？
应该8、9不离10了。省委何书记和王组长亲自接见了的。你们是有意见吗？我可以向省里反映。这儿我们官最小，我说2句。我觉得，省里这种空降的做法，这是对我们市委市政府班子的不信任。你们再弄出来一个，还是王五。大家伙都干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成这样了，认识上扭转不过来，下面的同志们意见很大。主要是这个郑寒江啊，一点这个基层工作的经验都没有啊，也直接到这个位置上来，那以后市委市政府其他都不要干，就忙着给他擦屁股得了。刘书记，我觉得您还是应该跟省里面是不是谈一谈啊？哪怕给他先安排在一个不是这么风口浪尖的位置啊，待2年，这心里面大苦啊。你还得敲锣呢，只要他愿意来，就敞开大门迎他进来，懂吗？好，他要不来，你来，或者你问一下你们班子哪个副厅级的干部愿意来。所以你们以后跟下面好好要吹这风。啊，郑寒江这个事情，什么叫认识上扭转不过来？不换脑筋就换位置，哪那么多废话呢？小张，你过来一下。你知道这个黑泥是怎么回事吗？这是垃圾长期堆放未经处理的污染物。这个垃圾堆要是再存在2年的话，它的有害物质和有毒物质，一旦穿透了土壤，流到地下水系，你们綦江市就阿弥陀佛了，谁都救不了了。这个区的领导胆子太大了。国家有明文规定，只要是市里面出现垃圾堆，所在区政府领导要担责，要摘帽子的。你知道你们綦江这老城和新城拿什么分界吗？就是这座垃圾山。这附近的几个垃圾焚烧厂啊，都不愿意合作。都互相推责，缺乏更多焚烧垃圾的经费。这市政府呢也协调过一次，都不配合。你说这区政府能有什么办法？外边看看去。看到了吧？这些有残疾的孩子都是从綦江市的郊县送过来的。王五死的那天呢，有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条鱼，是生活在深潭岩洞石穴里的鱼，叫岩鱼。我一直怀疑啊，在周边的郊县有一处大的污染源，我们没有找到。你这边的事情要是定下来，我就带着我的团队到深山老林里去好好的找一找。您就别去了，深山老林您待这么多天，我怕您这身体受不了，让别人去吧。我都这年纪了，还怕什么呀？我穿军装穿了一辈子，不做点事情我心里难受。我呀，不敢说救綦江的话，那是该你做的，但是我至少可以救救孩子们。
儿媳妇说过，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，不能太自负。廖书记要求我24小时破案，24小时，这24天都不够啊！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线索。明天我找他汇报完了，我估计我就得抑郁症了。咱们能不能把思路再打开一点？你看啊，一个副市长，家庭不错，没有贪污受贿，没有包养女人，没有酗酒赌博的恶习，那他为什么要跳江啊？为什么还要给老同学留下一封信，说救救綦江？綦江怎么了？要让别人救？他是给綦江埋了颗核弹？那他也得整爆炸了再跳江啊。所以啊，这一定有我们没掌握到的情况。要不，明天把王五的爱人请来再问问吧。哎，你快算了吧！上次你是不在，那王五的遗体还在法医处那儿冻着呢。他媳妇儿从大门口一路骂到办公室，我还得站着给赔笑脸。王五生前在工作上跟谁打交道最多？朱天才，环保局局长。找他问过吗？人家老兄啊，请假了，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前列腺炎。这还有好地方吗？我这一直请假呀。他这个得的是政治病。本来啊，王五一死呢，朱天才就合情合理的上来了，然后空出一个局级干部的位置，大家集体动一动。现在可好，天上掉下个郑寒江，等郑寒江干满了这一届，朱天才也就到年纪了，你说他能不搓火吗？这些事不给我们干，查。行，查。我现在给你拍一张证件照，人家会以为精神病院又跑出来一个。明天到市政府上班了，他们有个欢迎仪式，一定要点我发言。我想了几句话，我念念你听听，帮我拿拿主意。哎呀，紧张什么呀？你在学校给学生上课不都一套一套的？不是紧张，不是一回事。你听听啊。我劝你啊，保存实力，早点休息。你每年那个市里开两会，不都经常发言吗？你就按那个说，安全。好。安江，把车卖了，我要把钱留给我媳妇儿。我跟你说，全是麻烦。再陪陪我，说。大家都很热情啊！好了，同志们礼毕。同志们，今天我奉何书记的指示，奉省委组织部王部长的指示，陪同郑寒江同志。现在应该是郑寒江副市长来这里报道。都知道。寒江同志是从事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方面的专家，现在，寒江同志来这里工作，
是由省委提名他为副市长人选，经组织部任命，已经市人大表决通过。目前在环境治理这个风口浪尖上，韩江同志能够一步迈出书斋，在这个年龄从事他不熟悉的工作，放弃那些他已经功成名就的职位、待遇和熟悉的工作环境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。同志们，綦江市市委和市政府2套班子非常团结，廖书记就像班里的班长一样。今天廖书记外出开会，让我向大家转达，也希望以后你们能够跟班里的同学一样，遇到问题多商量、多沟通，互相协作。在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上，要多向韩江同志学习，同时也希望韩江同志在新的岗位上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。请坐。接下来呢，有请理事长给大家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同志们，韩江副市长的课我们都听了啊，高屋建瓴，立论正当。今天他能够补充到我们这个班子里来，更是何书记对我们綦江市的关怀。我代表2个班子，热烈欢迎韩江同志的加入啊！我们一起并肩战斗。同志们，刚才理事长的发言，充分表达了綦江领导班子对韩江同志的尊重和信任。接下来，也请韩江副市长做一下他的就职宣言，好不好？王成组长进山里了，他觉得那儿有一个很大的污染源。我这是第一次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渺小。我答应他，答应何书记，全力以赴。林则徐讲啊，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居之。我没有他那么高的境界，但是为了环保，能够做一点事情，我不必祸福。也请大家多多帮助我这个新人。本来今天是个欢迎会，但是啊，我们綦江市的环境治理问题迫在眉睫。我想，大家跟我一样，很想听听韩江副市长的工作计划。我们大家一起群策群力，积极的配合他。好，我的计划很简单，就是这421个问题要逐一解决，全部解决干净为止。我认为首先要处理的是，韩江，我还忘了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綦江市的副市长啊，刘根野同志啊，他是专门负责这个经济和开发的。副市长，公安局局长赵驰同志啊，欢迎欢迎啊！你好，金波，副局长金波同志，他们两个交不离欢迎您，梦不离交，是老搭档了。小吃街的问题啊，韩江确实。小吃街的问题呢，5年前我们曾经试着解决过不好搞哦。将来吧，将来你想了解什么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的，好的。前2天我去了一趟，韩江，我看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要专门找个时间，好好的研究一下。好，这样好，以后在实际工作当中碰见什么问题，你们多沟通，多商量。何书记让我转达给大家，
他给你们綦江市找到这位治理污染的掌门人不容易啊！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多支持、多扶助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吃街的材料啊，我很详细的看了，而且我准备了一个应该是挺具体和稳妥的一个方案啊。这个首先呀，安江，哎，好，谢谢。我们这个班子啊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我们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啊，会开一个班会，廖书记会把2个班子的人呢叫在一起。廖书记这个人呢，说话比较直接，不打官腔，没有套话。这个会上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啊，有意见可以提啊。安江，我不是跟你画饼啊，你不要有什么顾虑，不要以为到了市委市政府就必须要说好听的话啊，没有这个必要啊。我们綦江市要是没有这个好的传统的话，我们的经济也不可能搞到现在这个程度。我记住了。那这样吧，那下个礼拜一的这个例会啊，就你来主讲啊，也算是你作为一个新人，说一下你的工作计划啊。还要等1周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关于小吃街的整改这个方案啊，我做了一个我认为还比较理想的计划，我想马上实施，您先看一看。这么快啊！好，你这个工作效率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？啊？这个是你的计划？是不是你跟赵驰商量了啊？是不是赵驰的主意？没有，这是我的主意，我第一个先跟您汇报。安江，我呢，比你大2个岁啊。咱们不说职位啊，不，你这么干能行吗？韩江，你是大学教授，是知识分子，你不能这么冲动啊！哼，我现在不是大学教授了，我这个计划也不是一时冲动就拟定的。我上任之前，我走访了不少小吃街的这个店铺，走访了10几家，而且我同时发现啊，这平均每1个小时都有城管的工作人员去做劝说收服工作，结果一样，都被轰走了。可见这条小吃街的利益已经绑定了。因为楼上有12家烤羊肉串的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。炒菜的咱就不说了。我看了这5年所有的这个整改的报告，那可以出1本书了。结果跟您说的一样，咱们的工作人员采取的态度就是耐心细致的说服，可结果怎么样呢？不了了之。所以，我知道这个小吃街啊，它一直就是个死角啊。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这么办啊！你这样搞的话，你市委市政府成什么了啊？是什么？我还没有说完，我说完了之后。您再考虑啊！您再考虑啊！这条小吃街2侧的居民楼的1楼的承重墙全部打掉，开了饭馆。我带着测量系的老师去实地去勘测，发现这个楼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倾斜，地基位移，倾斜角度达到了17度。这在建筑专业里头，这属于1级违法了。要是80年代的这种居民楼啊，地基状况咱不清楚，什么时候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清楚的是。像这种人口密集的居民楼，一旦坍塌，毫不夸张地讲，这将是市里这些年最大的人祸。这是我的测量报告，啊，如果您不相信我的判断，可以请专业人士再来做一次。
廖书记，我子斌啊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你在这儿，哪里都不要去啊，等我。啊，真要这么干啊？不是我没意见，我有什么意见？我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嗯，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啊，马上组织人手，跟城管局到小吃街联合执法，要求是所有商贩3天内不能有任何经营活动。这个市政府会统一安排迁移地点。城管去不就行了吗？要咱们干嘛？城管，他们在那儿刚贴上告示，不到1分钟就让人撕了。那趟街上一天打800仗，他们自己不肯去。这谁的主意啊？是不是新上来那副市长啊？他不靠谱啊！一点工作经验都没有，就这么愣干。别评论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这个事儿廖书记都指示了，一切要按照郑寒江副市长的布置，坚决完成，一丝不苟。啊，去。怎么着？那我去啊。那这个谁处理啊？我去，谁让我头铁？这样。多危险！这是咱的路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传下去不是个事儿，这路太危险了，你知道吗？老板，你看你这多危险啊！就在这摆着。我们一直在这里做生意，你管不着啊？对吧？咱们昨天答应的是吧？大哥，菜单。这套路。不是大姐，跟你说这么多次，你不听啊？我跟你讲，他是违规的，您不在这儿。别影响我做生意。怎么样？对抗的情绪还是很严重的，没有人愿意撤摊了。你给我找个大喇叭来。是。哎，郑部长，我呢想给您提点建议啊，当然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啊，就请您斟酌一下啊。这个小吃街啊，也都好几年了，是吧？咱们也都知道问题特别多，犯罪率也高，可为啥一直拔不掉这个钉子呢？就因为它确实是难搞。现在这群体性事件，你说要再发展成流血事件，性质就变了。你也知道，现在这种网络的力量太强大了，到时候啊，上万张嘴造谣，咱们就一张嘴辟谣，人家根本都听不见。所以，是不是也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搞？这几年你们都经历了什么？是不是每次都是耐心的劝解、说服？管用吗？没用霹雳手段，怎么显出菩萨心肠？我下棋了。哎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寒江，是咱们綦江市治理环境的这个副市长啊。市委市政府啊决定关停这条小吃街，这之前啊把通知都发到大家手里了，希望大家配合呀。关停的时间到凌晨的12点，拒不配合的我们要强制执行。因为我们这条小吃街呀存在着严重的卫生不达标的情况，违反了食品安全法，违反了环境治理法，还有这座居民楼啊，1楼的承重墙全部被打掉了，这是一座危楼，非常危险。所以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，关停这条小吃街的决定是不会撤回的，希望大家配合理解。明天咱们这些商贩啊到市政府，我们商谈迁移和赔偿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理解。好了，庆祝开始吧。
走吧，赶紧走吧，别回来，别回来，别回来，别你让我到哪里去？从外面说，从那边滚，你让我。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大家冷静配合一下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啊！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。大家冷静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不要动手。金波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是我亲大爷，把郑市长保护好啊，不能让任何人伤着他，听见没有？不要闹，大家配合一下，不要动手。来，大家好好说，好好谈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。金波，带着郑市长赶紧撤，快点！好好说，好好谈，不要动手。冷静一点，下面小心。你怎么搞的呀？啊，不是让你确保万无一失吗？没大事儿，没大事儿。那楼上的商贩打翻了一碗西红柿牛腩面，弄得他浑身上下血了呼啦一大片。我当时看见，确实是给吓疯了。现在知道了，就脑门挨了一下，身上根本看不清楚，现场乱糟糟的。我能把人抢过来就不错，兄弟们还在那儿折腾着呢，都炸了营了。那你来了正好，你在这儿吧，我还得回小吃街。别，你在这盯着吧。啊，我已经调了一个防暴中队过去了，现场不能没人。哎，给你弄个钢盔吧。啊，好多摊主啊都是住在那店里头，店一查封，他们没地儿住了，这不是越闹越凶吗？要不呢，你就给廖书记打个电话，说啊，今儿咱们能不能灵活一点，先查封，不允许营业，人还能住，行不行？又找不自在，又想找不自在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何书记的命令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，你负责执行就好。什么叫执行灵活一点啊？效果不到位，缺斤短两，这责任你担还是我担？啊？是，一定小心啊！一不小心你就成网红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！这不是找麻烦吗？这，他这方案也叫稳妥啊！书记，您就让他这么胡来啊？啊，他当几天副市长啊，他不适应了，回他学校去了。我们啊，老百姓是跟着我们屁股后头骂我们啊，是不是？小吃街怎么办？谁敢出来担责？要是动了，万一有影响民生，对吧？反正怎么做都是错的。理论上说，强制执行是合理的，早就该办。明天得让环保局出个声明。明天肯定来不及了，一会儿我去趟广播电台，让他们组织一下稿件。早间新闻我们要提早发声。另外，网上那些煽动负面情绪的内容，要不要给相关部门先打个电话？你给王成打电话吧，给他打。他不是支持这个姓郑的副市长吗？有完没完？王成在山里头，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啊！
他倒一扭头骂回来，说是你们市委市政府的决定。哎，当初那个郑汉江说拆小吃街的时候，你同意了没有？我是同意了，你不也同意了吗？咱惹不起他呀，咱，人家是省里头空降下来的，是吧？别说那些不团结的话了啊！我曾经来